闺蜜说她用秘方丰胸略有小成，恰好一个语音电话打进来，我看也莫看就接了。习惯性嘴贱，真的变大了吗？下次给我摸摸呗。不给摸，小气鬼，我又不要你的。算了，不摸就不摸，但是能不能把你的秘方给我？我验验真假。嘿嘿，那边终于有了反应，只不过是低沉沙哑的男人声音。天生的，没有秘方。你确定要摸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死一般的寂静蔓延开来，我花了足足半分钟，才勉强接受自己骚扰错人的事实，干巴巴解释道：那个，我以为你是我闺蜜，我们在聊女孩子之间的话题。你爸妈来我家了，我妈让我叫你过来吃饭，她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我能不去吗？毕竟才发生这种事情，挺尴尬的。你自己给他们说。那还是算了。我1个小时后到，不去的话，估计要被我妈唠到死。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我挂掉电话，连忙收拾，打车前往唐周家。唐周表现的一切正常，跟以往一样对我爱答不理，我也不惯着他，也没给他一个笑脸。双方父母知道我跟他互相看不顺眼，见怪不怪。饭后，我爸妈和唐周爸妈去了麻将室打麻将，客厅里只留下我跟唐周，气氛尴尬。我埋头专心致志地刷擦边视频。过了一会儿，唐周忽然开口：你谈男朋友了？我抬头茫然地看着他。没有啊。你聊 S？ 我没有。唐周莫说什么，只是一脸不相信地看着我。我有点生气，你打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啃泡鸡爪，没细看，我才把你当成我闺蜜了。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我受不了了，忍了又忍，才莫端起茶几上的果盘呼他脸上。我来到棋牌室外面，跟我妈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。唐周妈跟我妈是铁闺蜜，经常一起约着玩，可我跟唐周不对付。她从小就是个心机 boy， 总是爱背着大人欺负我。我小时候吃了不少亏，所以对她没好印象。当然，最让我对她耿耿于怀的是，她曾经跟我妈举报我早恋，不仅让我纯真美好的初恋被扼杀在摇篮里，还害我挨了我妈一顿毒打。我气疯了，回到家好久才勉强消气。晚上，我都快睡觉了，忽然收到唐周发来的消息，我以为他又要对我冷嘲热讽，没想到是一条很莫名其妙的消息。其实，你想摸我的也可以。我还没想通，他为什么发这么暧昧的消息给我。下一条消息又来了，想不想试一试？你放心，肯定让你满意。含骚量极高的资讯，一条接一条发送过来。我忽然反应过来，一个语音电话打过去，但他却没有接。我更加确定他在干石磨。他不接，我只好发消息给他：你有病啊，不能找点片看吗？居然歪歪我，简直脑袋有包。立刻，马上给我道歉，不然我就告诉你妈。我是吓唬他的。我脸皮还莫厚道，让长辈知道这种糗事。我等了半天都莫等到他的回复。就在我准备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的时候，几张各种角度的腹肌照发了过来。高清镜头，我甚至能看见皮肤上的绒毛以及薄薄一层汗水，说不出的诱惑与性感。我的大脑接收到无法处理的资讯，当机了许久才反应过来，他这是
色诱我，以为他高冷腹黑，没想到是个闷 S 货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8块腹肌挺好看的，人鱼线也不错，正戳我心巴，就是拍得太危险了。你镜头不能抬高点拍吗？下次，我不冷静地想了想，下次也可以。黑鸡汤告诉我，男人可以把性和爱分开。这就像我虽然讨厌唐周，但我依旧会对他的8块腹肌发花痴一个道理。虽然没有正式约定，但我好像跟他达成了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协议。反正拍的都是他，我又没食魔损失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先给我发了几张肌肉照，才开始。我刚开始不敢看他发过来的资讯，等他结束后才大致扫了几眼，用词还算文明，不过也 S 到末边。我把照片保存后赶紧删除对话框，毁尸灭迹。过了10来分钟，他又发消息给我，正常的消息。还要照片吗？够了。你想看什么样的照片可以告诉我，我尽量拍出来，不用那么麻烦。你拍的就很好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这家伙为了那啥，也是拼了。我为了看点腹肌、胸肌、腿肌，何尝不是也拼了呢？过了几天，我家办招待请唐周一家人吃饭，我心虚尴尬，几乎不敢跟他对视。他心理素质倒是好，表现得和以前没两样。我有时候转身，还总能撞上他别有深意的目光，我更加不自在。饭后，我妈打发我出去买西瓜，唐周母亲让她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言不发地出了门，一前一后往社区外面走。我有些心不在焉，没有注意到一辆电动车急速驶来，他眼疾手快，一把将我拽进了他怀里，我僵在他怀里，一动不敢动。骑车的男人也吓了一跳，怒吼道：莫长眼睛啊，不知道看路。我吓傻了，没有反应过来。唐周愤怒道：这是活动广场，你不知道骑慢点吗？而且是你撞过来的，你嚎什么嚎？骑车的男人理亏，底气不足，骂骂咧咧地骑车离开了。见我一直没反应，唐周低头看我，吓傻了。我愣愣地摇头，没有。唐周轻笑，没吓傻发什么呆？对啊，没吓傻发什么呆？好尴尬。不过，他的手未时磨在捏我腰上的软肉，我反应过来后，一把将他推开。唐周不悦地皱眉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这么对待我？我磨了磨牙，一码归一码，干嘛捏我的肉？我穿的是短款上衣，刚刚他的手都伸衣服里面去了，不是耍流氓吗？唐周面不红心不跳地勾了勾唇，当然是好捏，肥肥的。我想跟他拼命，转念想到他毕竟救了我一次，瞪他一眼就算了。我付钱买了西瓜，唐周负责拎。回到家，我爸妈和唐周爸妈又搓上麻将了。我先切了一盘端给他们，又切了一盘放在茶几上，不冷不热道：吃西瓜。唐周抬头看我一眼，我跟他没什么话好说，坐下来边玩手机边吃西瓜。突然间，感觉到有无法忽视的视线落在脸上。我侧头朝唐周看去，发现他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手里的西瓜。我无语，想吃不知道自己拿，还客气上了。我把果盘往他面前推了推，你吃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唐周似乎翻了个白眼，但我又不太确定。吃完西瓜，我洗了洗手就回到房间。我爬床上玩了几分钟手机，门外响起敲门声。我起身开门，原来是唐周。我礼貌而疏离地问道：有事吗？唐周一本正经头：有事。什么事？我想借你的房间一用。我瞬间警惕起来，你想干石魔？他笑容神秘玩味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炸毛，你不要太过分啊。发 S 了就回你家。
唐周看白痴一样看着我，用你的电脑填资料。你以为我要干吗？我张口结舌，明明知道他在耍我，可偏偏拿他没办法。可不可以用你的电脑？我不答应你会跟我妈告状，对吗？唐周认真点头，我无言以对。半个小时，好，不能跟他单独待在卧室，我只好回到客厅，继续啃西瓜。唐周不到20分钟就出来了，我又回到卧室，确定东西没有被乱动过，也没有可疑的痕迹才放心。唐周又待了半个小时的样子，就提前离开了。1个小时后，他准时开始发烧，今天似乎特别亢奋，连发给我的照片，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大。过了几天，我发现我的睡裙好像少了一件，但我不是很确定，因为我常常丢三落四，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让我感到心慌的是，唐周拍照的尺度好像越来越大了。一开始只是单纯拍拍腹肌、胸肌、腿肌，渐渐演变成挂各种链子拍、湿身诱惑、西装柜等等，活脱脱擦边男做派。某天，他给我发了灰色运动裤特写后，我实在没忍住问他：“你在网上是不是有兼职？”“没有。”我将信将疑，而且总感觉这样不对劲。有一天，在他发了更大尺度的照片给我后，我惊骇之余幡然醒悟，以我跟他的关系，不应该这样的。我当机立断，决定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，及时停止这种出格行为。我们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应该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照片全部删掉的。对话框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过了很久才发来一句话：“你交男朋友了？”如果我交男朋友可以让他果断同意，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有个男朋友。网恋了一个，你实在想，也可以交个女朋友。他又高又帅，还重点大学高材生，找女朋友就跟喝水一样容易。唐周末再回复我，虽然觉得他没礼貌，但我还是按照约定删除了他的照片。有几张我很喜欢，我欣赏够了才依依不舍地删掉。七夕节前一天，闺蜜说她组了一个饭局，有帅哥，问我去不去。饭局我不感兴趣，但是帅哥我是有兴趣的，所以应了下来。七夕节当天，穿了一条纯欲风连衣裙，还撸了一个淡妆，自我感觉良好的出了门，包括闺蜜在内，一共8个人，4男4女，女生都是闺蜜的朋友，男生是她男朋友及好兄弟，妥妥地相亲局了。闺蜜是地道颜狗，不管男生还是女生，没有一个丑的。吃完饭，大家专场去 KTV 唱歌，期间一个叫方启的寸头帅哥有意跟我套近乎。方启今年才大1结束，比我还小1岁，他围着我姐姐长姐姐短，叫得可甜了，害得我春心荡漾，不知不觉中喝多了，但也没有醉到无法自理，微醺而已。从 KTV 出来的时候，闺蜜交代方启一定要把我送回家，方启乐呵呵地应下了。我正准备跟他上网约车的时候，唐周从一旁走了出来，他握着我的手臂，把我从方启身旁拽开。方启立马警告：“你放开他！”唐周冷嗤一声：“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放开他？”方启疑惑地看向我：“姐姐，你认识他？”我反应过来，正要开口解释，却被唐周抢了先。欣欣，阿姨让我接你回家，说如果你不听话，就揍你屁股。方启更加疑惑：“你跟姐姐什么关系？你有资格过问吗？”唐周轻蔑地看了一眼方启，然后捏着我的后脖梗往停车的地方走。我想回头跟方启解释解释，他却不给我机会，掐着我的脖子不让我回头，直到强行将我塞进车里。我确实跟我妈报备了今天晚上的活动内容，
所以没有怀疑唐周的说辞。只是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跟方琦解释？我只差半步就要脱单了。他这么一闹，方琦肯定误会我跟他的关系。他不适合你。我不服气，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啊。唐周大言不惭，看面相就知道是 YP 惯犯。我泡汤就泡汤吧，反正我对方琦只是有一定好感而已，不是非他不可。让闺蜜再帮我介绍一个就行了。唐周把我送到家门口才离开。我以为我跟方琦没戏了，没想到他又发消息给我，问我有没有顺利到家，还说改天约我吃饭。我看他不像生气的样子，于是主动解释了一下我跟唐周的关系。他说不介意，还说以后帮我出气。我跟他聊得很愉快，凌晨3点钟才结束。我承认，我有些恋爱脑，所以我又春心荡漾了。我睡到上午10点多才醒，方琦7点多就给我发了消息，还拍了朝阳的照片发给我。我回了个谢谢，很漂亮。除了方琦，唐周也给我发了消息。我犹豫几秒后才点开。你又跟那个炮王联系了？关你屁事。呵呵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疑惑中，他发了2张照片给我。我看完后透心凉，2张都是方琦跟女生在便捷酒店开房的照片，而且还是2个不同的女生。虽然难受，但好在投入还不多，我很快就缓过来了。大恩不言谢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改天是哪天？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呢？你说哪天就哪天。今天。好，你定地点，定位发我。好。我慢悠悠地起床洗漱，刷牙的时候，闺蜜发消息给我，问我为什么把方琦拉黑了。我把那2张照片打给她，她说会给我一个交代。我洗漱完就等唐周发消息给我，等到11点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我开门一看，居然是唐周。你怎么来了？唐周语气淡淡，接你。我嘟囔道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需要这么麻烦，顺路而已。唐周开车带我去了隔壁市的古镇。我有些无语，吃个饭而已，有必要跑这么远吗？唐周理所当然，有，本地的才正宗。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一共3个小时的车程。我没吃早饭，没过多久就饿了。车上有吃的吗？后排有零食和饮料，你自己拿。好，零食基本上都是我喜欢的，但我也莫多吃，毕竟待会儿要吃大餐，费那么大的功夫。我以为唐周要狮子大张口，没想到他带我去了一家老字形大小的豆花火锅店，吃完一共花了300不到，还真是狮子小张口。不过味道的确很好，比在 C 市吃的好吃多了。古镇入口就在不远处，我侧头看向唐周，反正来都来了，我们顺便去古镇里面逛逛呗。唐周无所谓道，好啊，我以前来过一回，现在的明显升级过了，更干净整洁，好玩的专案也变多了。我找了一家汉服店，做了敦煌的古风造型。我以为唐周会不耐烦，没想到他的耐心出奇好，居然完全没有催促我。我都跑这么远给他吃一顿饭，他陪我逛逛古镇也是应该的，不是我自恋。敦煌造型和我很适配，化妆师几乎把我夸上了天。做完妆造，我在唐周面前转了一个圈。漂亮吗？还行。这叫还行？真没眼光。唐周白我一眼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没什么眼光。你说也对，有时候吧，太漂亮也不是一件好事。景区人太多，有的地方摩肩擦踵，总有咸猪手想趁机占我便宜。要不是唐周眼疾手快，我要被揩油很多次。这就是我虽然讨厌他，但是没那么讨厌他的原因。对内，我和他可以有矛盾，但在面对外部矛盾时，永远齐心协力。
晚上，我们又去吃了当地的特色美食，9点多才启程回家。总体来说，今天尽兴而归。上车没多久，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住了。不知多久以后，我依稀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脸上爬，痒痒的，挠了挠，换个方向继续睡，却没有再睡着。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发现车停住的。到了吗？没有。服务区休息。唐周的声音沙沙哑哑的，像是生病了一样，但又有一种说不出慵懒性感。车里还有一种奇怪而陌生的味道，不太好闻，但我又不知道是什么。你嗓子不舒服吗？没有。车里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？刚加完油，可能是汽油的味道，不太像汽油的味道。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有东西腐烂了，我明天去洗一洗。哦，有可能。我开车了。大半个小时后就到了我家。我刚洗漱结束，闺蜜又打来电话，她抽抽搭搭地说道：“宝，我分手了。”我错愕不已，没必要啊。方启是方启，你男朋友是你男朋友，分手真的没必要。她愤愤道，物以类聚，他好兄弟都那样，他能好到哪里去？而且我还特地问过他，他跟我再三保证他兄弟都是洁身自好的人，我才把他们介绍给你们的。一次不忠，终生不用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他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他确实不太可信，及时止损是最正确的做法。你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什么样的男朋友找不到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我还是有点难过。别难过，你在哪儿？我请你吃宵夜。我在家，今天太晚算了，明天吧。好，明天醒了发消息给我。好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就给闺蜜发消息，她睡醒后给我打了电话，我们约好晚上去网红街那边吃小龙虾，完了去酒吧玩。吃饭的时候，闺蜜一个劲儿跟我吐槽，我配合她把前男友喷得一分不值。吃完饭，出门就去了隔壁的酒吧。我很少去酒吧玩，也知道这里面鱼龙混杂，所以很小心。闺蜜一个劲儿喝闷酒，我劝不住，点了果汁陪她干杯。1个小时后，我扶着酩酊大醉的她走出酒吧，站在路边拦车。忽然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走到我跟前，不确定地问道：“你是温馨吗？”我抬头看过去，总感觉他这张脸有些眼熟，但具体又记不起来。你认识我吗？男人笑意加深。学妹，好久不见。我的脑子轰了一下，思维陷入凝滞。啊，我的初恋啊。我努力平静地说道，学长，好久不见。宋瑞看了眼醉醺醺的闺蜜，问道，你们要打车吗？我没喝酒，可以送你们。我还没想好。闺蜜打着酒嗝说道，送。宋瑞的车是一辆豪车，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，但这个品牌的车，最普通的车型也要大几十万。我记得他家境很普通，毕业才1年，看来混得相当不错。我把闺蜜交给她老妈后，宋瑞又送我回家。路上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，聊生活，聊学习，聊工作，聊娱乐八卦，气氛轻松愉悦。下车前，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。大概1个小时后，他发消息问我，还单身吗？我犹豫几秒后才回复，单身狗。你呢？很巧，我也单身。我可以再追你一次吗？可以先了解看看吗？毕竟我们很多年没联系，说不定不是对方的菜了。当然，欢迎随意了解。我很认真地了解了宋瑞的现状。他在一家大公司财务部门工作。据他说，他跟我分手以后一直单身，也没有约的不良嗜好。我其他的问题，他也一一回答了，听起来都没有踩我的雷点。
我很满意。不过闺蜜前男友的例子告诉我，男人的话不可尽信，所以我持怀疑态度，打算在相处过程中慢慢了解。宋瑞约我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，我答应了。他很绅士，和我相处的时候也有分寸，既不生疏，也不过分亲昵。总之，我感觉很舒服，所以他约我下次见面时，我没有拒绝。接下来半个月里，宋瑞又约了我4次，每一次的体验感都很不错。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在快速拉近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我会在暑假结束之前跟他确立关系。直到这一天，唐周忽然发消息给我，我朋友跟他女朋友分手了，送了我2张下周3的演唱会门票。你最喜欢的那个歌手，去不去？下周3我有安排，你自己去吧。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复我，你又恋爱脑发作了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难听？我都20岁了，谈个恋爱很正常吧？谈恋爱很正常，可惜你脑子不正常，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钱。不聊了，拜拜。这人嘴怎么这么毒？舔舔嘴唇就能把自己毒死。周二晚上，我兴致勃勃试穿新买的连衣裙时，唐周发来消息，傻妞，看看你的好学长到底在做什么。接下来是3张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，照片里的人是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宋瑞，女的我不认识。女人高贵优雅，但明显年纪比较大，看外表也有40左右。3张照片中，有2张是宋瑞跟女人手挽手的，第3张是宋瑞揽着女人的腰热吻。我思考了一会儿才回复，宋瑞傍上富婆了，还需要我跟你阐释吗？大恩不言谢，我欠你一顿饭，时间地点任你挑。好，我点开和宋瑞的对话框，直言不讳地问他，你是不是傍了富婆？宋瑞过了近1个小时才回复我，欣欣，这个世界笑贫不笑娼，普通人不走捷径的话，终其一生也追不上别人的脚步。他承诺我跟他3年，让我在公司站稳脚，也不限制我找女朋友。他每个月给我50万零花钱，我可以全部给你。他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如果我穷困潦倒，连饭都吃不上了，确实有可能考虑他的提议。可以我没那么惨啊，这口软饭实在吃不下去。学长对不起，我实在接受不了，以后不联系了。你不想跟我聊，我不会打扰你，莫必要删除联系方式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后会无期，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。我觉得我应该很难受，至少应该掉几滴眼泪。可事实证明，我并没有那么伤心，只是感觉心里闷闷的。看来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了，这是成长的证明。好事。第二天一早，唐周开车带我去了另外一个市，我们吃了当地的特色美食，看了当地的美景，晚饭后才开开心心回城。回程的路上，我又累得睡住了，醒来时又闻到那股奇怪的味道。我抱怨了2句，唐周解释说把沫喝完的牛奶忘在里面了，可明明之前还有沫异味。我实在想不通，碍于唐周一连拯救了我2次，我暗中决定以后不再讨厌他，跟他好好相处。过了几天，唐周家里又办招待，午饭后，扫地机器人突然坏了，他让我去他卧室拿螺丝刀，说就放在书桌上。我没在桌面上发现螺丝刀，顺手拉来抽屉查看。当我拉来最下面的抽屉时，我看到了许多女孩子的照片。我下意识立马合上，但下一秒又察觉到不对劲。第1张照片里的女人好像是我啊！我又拉来抽屉确认，岂止第1张是我，里面每一张都是我，时间不统一。最早的是我穿高中校服的时候，我的心砰砰狂跳。他干嘛偷拍我？
单纯奇怪癖好，那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。一个貌似荒唐的念头在我脑海渐渐形成，难道说唐周喜欢我？我又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安慰自己，门外传来唐周的声音：找到没有？我手忙脚乱地关上抽屉，假装在桌面上翻找，还没有。唐周走了进来，也在桌面上找了找，发现没有后，皱眉思索了几秒钟，抬手从墙壁上的书架上找到一个螺丝刀。对不起，我记错了。我哪有底气责怪他记错位置，连忙摆手，没关系。自从不小心窥见唐周的秘密之后，我又开始躲着他。我始终想不通，他为什么喜欢我，也想不通他从何时开始喜欢我，更想不通他为什么不跟我表白，反而总是惹我生气。怀着种种疑问，我开始回忆我跟他的点点滴滴。我跟他闹得最凶时候是小学阶段，我们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抓对方的错处向对方的父母告状，幸灾乐祸地欣赏对方挨批评或者挨打的样子。这种情况在初中略有好转，不过并非我们长大懂事了，而是因为我们为了少挨揍学会了收敛。到高中以后，这种情况就更少了。我唯一一次被他抓到把柄，就是跟宋瑞早恋那一次。我又细细回想，初三时其实有好几次唐周抓到了我的小辫子，但他并没有跟我妈告状。我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的威慑力把他吓住了，现在想想，他根本不可能被我吓住。难道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？惹我生气，大概因为他天生犯贱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挺尴尬的。我决定只要他不捅破，我就装作不知道。不过我的心始终平静不下来，他喜欢我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不去。开学前一周，我爸妈提出去湿地公园露营，顺便邀请了唐周一家人。这是我那天以后第一次见唐周，我很不自在，刻意回避他的视线，他一无所知，倒是安之若素，还是那副高冷臭屁的讨厌样子。晚上看完星星后，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睡觉。我玩了2个小时的手机才睡觉。不知多久以后，我迷迷糊糊中察觉有人在拉帐篷拉链，还没来得及叫，唐周开口了：是我。我坐起来，没好气道：你来干什么？跟你聊点事情。我爸妈和他爸妈就在附近，他不可能做太过分的事情。我又不想吵起来，心思双方父母的关注，只好耐着性子说道：那你快点。我适应了黑暗的环境，依稀看到他抬手臂脱衣服，又紧张起来。你干什么？不要耍流氓啊！唐周没有回答，只是朝我爬过来。就在我快要忍不住叫人的时候，他抓起我的手，用力按在他硬邦邦的腹肌上。我的大脑又当机了，好半天都反应不过来。喜欢吗？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在耳畔轻轻回响。我的大脑暂时失去思考能力，重新地说道：喜欢，当我女朋友，以后天天给你摸好不好？这个声音相当具有蛊惑性。我下意识要回答好，但又在关键时刻清醒过来，我感觉不太好。他说让我当他女朋友就当他女朋友，凭什么？唐周低低轻笑一声，握着我的手在他身上到处逡巡。理智告诉我应该反抗拒绝，但我却如同失去力气一般，任他操控。不知不觉中来到禁忌之地，他哑着嗓音问我满意吗？我想逃又逃不掉，只好硬着头皮回答满意。你能不能放开我的手？当我女朋友，我就放开你的手。好。我突然清醒过来。不好。难怪他说我头脑简单，看来是真的简单。稍不注意，
就上了他的当。可是你的心跳告诉我你愿意，不信你摸摸。他说的信誓旦旦。我鬼使神差的任由他抓着我的手，按在我的心脏上。其实不用摸我也知道我心跳很快，但这并不代表，我想你并不反感我们之间有亲昵行为，说明你内心深处是愿意接受我的。如果是其他男人这样触碰你，你一定会反抗。我说的对吗？唐周的语言和语气都太具有蛊惑性，我的心理防线一步步瓦解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又换了一个位置。欣欣，试一试好吗？我不碰你，但你可以随便欺负我。我有些心动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我。你说你喜欢我，为什么不追我？你说你讨厌我，我怕贸然表白让你更讨厌我。以前确实挺讨厌的，还不止一次说讨厌他，尤其是他举报我早恋那一次。我挨完打，在房间里哭着打电话骂他，不仅说讨厌他，还说要恨他一辈子。不过这也不能怪我，毕竟他那些行为确实很讨人嫌，所以你就另辟蹊径色诱我。唐周有些不自在道，我看你喜欢看擦边视频，还有擦边文案，所以打算试一试。我捂了捂脸，我本来以为他那样是胆子大，没想到是迎合我。你喜欢我为什么以前总是欺负我？小时候不懂，想跟你玩，但你又不想跟我玩，所以只好反复逗你。后来长大明白了，但那时你已经讨厌我了。那你举报我早恋，是因为你吃醋吗？不全是，也担心你早恋误入歧途。唐周一脸后悔自责。宝贝，我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以后随便你欺负我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看你表现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欣欣，帮帮我好不好？我最终还是被他可怜巴巴的哀求彻底蛊惑，似曾相似的奇怪味道蔓延开来。我想起了他带我去外市吃饭，回程时在车上醒来后闻到的气味，瞬间恍然大悟。之前在车上，我睡住的时候，你是不是？唐周小心翼翼地坦白。欣欣，我承认我有瘾症，但是只对你。我当时实在忍不住，所以才……我试探着问，是那个瘾吗？唐周坦荡点头，不过我能克制，只是跟你在一起才会失控。欣欣，不要讨厌我好吗？如果只是对我有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而且，我为什么更兴奋了？到底是他有病，还是我有病？后来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他确实表现得很好，各方各面的表现都很好，完全挑不出错来。唐周番外，其实我还有2个秘密。第一个秘密，那些照片，我是故意让他看见的。第二秘密，我偷了一条他的睡裙，结婚以后，我依旧珍藏着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